最近呢 Cogwideo X 做了一版更新，这版更新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可以进行差值动画。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可以给它一张起始帧的图片和结束帧的图片，然后呢它可以生成中间的一个差值动画，可以保证开始帧和结束帧给我们给定的那个图片呢是一样的。那么这儿呢我做了一些测试，大家看一下，效果呢都还是不错的。它之所以不清楚呢，主要是分辨率的问题啊。那我们下边呢就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东西。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差值动画的 diffuse 的实现啊，在 GitHub 上。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给到了一个 frame 1和 frame 2，然后呢中间可以生成对应的差值。当然呢，这个是它给定的这个实例。那如果我们想用的话呢，需要使用到这个第三方的组件。这个组件呢，我们也不止一次给大家讲过啊，叫做 ConfUI Cogwideo X Wiper。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是 K 神开发的一个 Cogwideo X 的一个包装器。那它可以在 ConfUI 里边呢直接来使用。其实呢，它目前的更新已经比较多了，包括使用 ControlNet， 但是 ControlNet 呢只能在2B 里边去使用一些特定的 ControlNet， 包括 Post 的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呢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这块呢并没有给大家做太多的演示。昨天呢它进行了一版更新，那么这个更新的工作流里边就会有我们这个差值动画的工作流，就是这个。它的安装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呢大家只需要将这个组件更新到最新版，然后打开那个工作流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这个呢我就不从头构建了啊，因为呢我从头构建这个工作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个官方的特定的工作流。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这里边最重要的节点是这个 Download Cogwideo Model，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组件啊，主要有两种或叫两个系列。第一个呢是官方的 Cogwideo 的，另外呢是阿里巴巴的这个派这个平台提供的 Cogwideo X 的啊，这个也比较多。今天呢我们用到的是这个 Cogwideo X 的差值动画。大家选了这个之后呢，因为它会自动下载，所以说你只要保证你的网络畅通，这个就可以。那如果你希望手动下载的话呢，可以点这个地方啊 Models， 然后 Hunger Face。那我们可以在 Files and Data Version 里边呢，将整个的这个目录结构给它下载下来，但是你注意有一些是不需要的，尤其是这个 Text Encoder。 所以说真正的目录结构下载下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下载下来之后呢是放在 Models Cogwideo X， 然后这里边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目录。大家看一下，我们重点就是这三个文件夹啊，一个是 Scheduler， 一个是 Transformer， 一个是 VE。 所以说整个的目录里边呢，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 Text Encoder 和 Tokenizer 啊，就是这个分词器和我们的编码器是没有的，这是你手动下载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节点里边呢，建议大家打开 FP8 Transformer。因为呢我们打开这个之后呢，可以让它支持这个精度更小的一个动画。因为当我们显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用 FP16 的话呢，其实用的时间是很长的，也有可能呢会使整个显存爆掉。这个运行完之后呢，是一个 pipeline 啊，一个工作流，然后就直接给到我们的 sampler。 这里边呢很多是默认的，比方说我们的 height 和 width 这个尽量的不要去改，这是生成多少帧，多少步采样， ZFG 值是多少，这个和我们的普通的采样器其实是非常像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这儿有很多的采样器，大家看一下。那我也做了很多的测试啊，我测试下来是这个采样器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个是我们的编码器，这个编码器呢，我们就用这个 Flux 的 T5 的编码器就可以了，然后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图片的分辨率是有固定要求的，所以说一定是720和480的。所以当我们上传两张图片之后呢，一定把它 resize 一下。然后呢，就是类似于 VE Decode 啊，只不过这儿用的是它自定义的一个叫 Cogwideo Decode， 然后用一个视频显示的组件显示出来就可以了。这是整个的这个工作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么我们说一下注意你需要改的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儿给它改成 Enable。另外的话，我建议大家把这个 Enable Tiling 给它打开。另外呢，我们这儿的 Enable VE Tiling 也给它打开， Auto Tile Size 也打开啊。别的呢没有什么。
采样器呢一定要选这个。下边呢我们做一个演示，我们上传2张图片，比方说这是第1张，这个呢是第2张，然后我们写一个提示词，比方我这儿写的是 A woman is talking 啊，就是这个女孩正在说话。这2个图片呢非常的相近啊，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场景下的2张不同的图片啊。下边呢我们来跑一下。那大家来看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来看呢，手的变形呢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人物的一致性呢保持的也是不错的。另外整体的动作呢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那手的变形问题当然还是因为我们是 FP8 的啊，我相信如果精度提上去，这个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另外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提示词的指导下呢，这个动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们后边这几个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呢还是存在一些差异性的，我们来看一下。那比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这2个呢其实场景一致性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会发现这个生成的结果呢也就变得非常的不错。另外呢人物占的像素比呢也比较大。那我们再换一个啊，大家看一下，同样的那场景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物，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人物占的像素点越多，那你会发现人物的这个效果呢也就越好。但是呢和传统的 Cog5X 一样，它在最后的几帧呢很容易出现这种比较模糊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通用的问题啊。那这个呢就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图片，这2个图片那这儿呢会有一个手的动作，那同样呢我的提示词呢也是 A woman is talkin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怎么把这个手抬起来，还是他直接就切过去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终的效果，这个手呢的确是从下边直接抬起来的，对吧？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动作的指导性呢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注意我这个提示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这个女孩呢在说话，但是呢它有一个场景切换的过程，就是2个图片其实并不是自然的过渡过去的，而是直接切过去的，所以这个就有问题。那我们来看这2张图片到底有什么问题。这2张图片你要注意光影不太一样，虽然背景好像看起来是一样的，人物一致性也比较强，但是呢光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可能它就没有办法在这种光影变化比较多的时候呢做一个非常好的平滑过渡的动作，它就简单粗暴的做了一个切换。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测试了，大家注意这2张图片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除了人物是一致的，你注意人物整个的状态和他的穿着这个是一样的，那也是黄昏的场景，但是这个背景呢是一个城市的，这个是一个野外的。那我的提示词呢也变了一下啊，变成了一个镜头的动画啊 ，Camera Orbit Left， 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这个镜头呢围着这个角色在向左旋转。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一开始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旋转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场景也是直接做了一个切换，所以说还是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刚才我们只测了光影啊，现在你会发现不光是光影，背景变化比较大。虽然提示词可以有指导作用，但是呢这种自然而然的过渡呢是做不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可灵或者是 Luma 里边呢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新版本的这个产品里边呢可能表现的就更好一些。那这个用的图片跟我们刚才测试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呢我用的也是镜头的一个动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动画稍微有一点啊，由于我这儿用的不是说话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动作呢一致性也发挥的呢比较好。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动作到底是在干什么，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工作流带给我们的一些效果。我觉得在 FP8 这个精度下这个模型能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说有更多的改进的话，我相信后边呢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呈现。那下边呢我们说一下题外话，就是这一些图片到底是怎么来生成的。在这儿呢我们有很多一致性的图片，
大家注意这个图片是怎么生成的呢？当然它也不是都完全一致啊，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都是一致的。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些图片到底是怎么生成的。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我这儿加了一个小红书的 Laura， 别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关键呢是这个提示词，大家注意。那这个提示词里边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两张图片呢是来自于一个两行一列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图片。这两张图片呢是从一个短视频里边拿出来的一个剪辑，那也就是说我说明了它是一个视频剪辑里的两帧，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致性。然后我说明了第一帧呢是一个漂亮女孩的正面的视角，而第二帧呢是一个侧面的视角，那就分别说明这两帧是什么啊。那当我们去执行这个的话呢，你会得到不同的这个图片。注意图片的大小不见得是满屏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图片的一致性和整体的效果呢是有保证的。所以说呢这个提示词也是我们生成相似性图片的一种手段或者手法。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那我们可以再生成一张。这两个其实不太合适，是因为太相似了。虽然我们能发现它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变化的呢是比较小的，这个呢就不太像了，是吧？所以说呢整个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抽卡的操作的啊，因为我们不敢保证每次呢它都生成的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需要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比较刁钻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是希望图片是有一定差异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它差异比较大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在很多的图片当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两张图片，这两张可能就要好很多，像这种这个一致性就比较强，动作变化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大，那这就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图片。人物的一致性呢我们也能看出来它是同一个人。这儿呢我告诉你一个关键的点啊，是这儿。这儿呢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点，我在这儿的话呢写的是 show frames from a 4K video clip， 对吧？这儿呢如果我们加上一个这样的词啊叫 consecutive，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连续的帧。那如果我加上这个词之后，你会发现啊两张图片的一致性就会比较强。那我们来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致性就会很强，但是呢它用作一个视频的两帧是不是合适，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这个的意思是说连续的帧。那你想一个视频剪辑里边连续的两帧或者是离得比较近的两帧，它的变化是比较小的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两张图片其实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变化就比较少，那这个可能就好一些。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加这样的一些提示词啊，比方说你可以用different， 就不同的帧，那你得到的效果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试了之后，就是我加这个 different 之后，我觉得差异性太大。我要是加这个连续的帧的话呢，我觉得一致性又太强啊，就是差异性又太小。所以说最后呢我就把那个修饰词给它去了，然后用更多的抽卡来达到我们的效果。大家看一下，像这种的话呢，人物呢没有问题，一致的，但这个场景变化就太大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很难去把握。当然呢，你可以采用其他的手法，比方说使用 ConvertNet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生成，但是那个就太复杂了。那我们这儿呢，还是就简单的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生成比较相似的两张图片因为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生成图片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掌握这个提示词的技法。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只是可能没有这么去强调它的作用。大家看一下，连续的就太强different 就太差，所以说呢，你总需要找一个平衡。那我们经常呢会用这种首尾的帧的差值来做一些长视频，就是你可以做出来几帧然后把最后一帧当成下一个视频的开始。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截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长的视频，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尝试，我这儿呢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